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生存着许多奇特危险的动物，可谓是自然杀手集中营。其中一种生物被称为亚马逊河最霸道的顶级杀手，鳄鱼见了它都得绕着走，它就是电鳗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电鳗主要分布于南美洲亚马逊流域的圭亚那地区，体型粗圆而长，最大可长达250厘米左右。它们昼伏夜出，以捕食小鱼、虾蟹为主。电鳗虽名为鳗，但此鳗非彼鳗，在生物分类上，它与鲶鱼更为接近。但因为电鲶已经被非洲的一种鱼类抢先注册，所以它们只能退而求其次，拥有了电鳗这个名字。电鳗背鳍和腹鳍退化，只有一对很小的胸鳍和跨越了整个下身，一直连接到尾鳍的超长臀鳍。电鳗的臀鳍完全张开时，看上去像是飘动的海带，收起时则像蛇一样。它们的生存环境并不优越，大多为浑浊缓流的水域，这使得它们产生了相应的变化。第一是由于能见度低，眼睛基本没有了用武之地，于是退化成了米粒大小，因此电鳗必须依靠微弱的电流探知周围环境，所以它们的电路是长时间开放的。第二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得好看也没有人欣赏，搞不好还容易被当作猎物，于是电鳗干脆也懒得打扮，它们全身没有鳞片，上体灰黑，下腹橘黄，看上去十分普通，甚至有点丑陋。电鳗是放电能力最强的淡水鱼类，它的进化历史就连达尔文本人都十分感兴趣。经过一代代生物学家的研究，基本可以确定，电鳗从小萌新进化成人间皮卡丘，共经历了6次进化，而这6次进化花费了2亿年的时间。漫长的岁月中，电鳗潜伏在不见天日的水底，不停地调整自身的发电系统，一次次地练习发电，最终凭借着2亿年的努力，成为了亚马逊河流域的顶级杀手。在食人鱼、鳄鱼横行霸道的水域里，电鳗仍能占据一席之地。电鳗能熟练地掌握放电的时间和强度，这是它们捕食和打击敌害的重要手段，弥补了行动速度缓慢的缺陷。根据电鳗的种类不同，它们的发电能力也不尽相同。像较小的南美电鳗一次只能发出37伏电压，中等大小的电鳗一次发电的电压在70到80伏，非洲电鳗一次发电的电压在200伏左右，更有甚者能达到800伏的电压，只要0.2秒就足以使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毙命。但它们的能源储备也是有限的，并不能一直放电。电鳗每秒钟大约能放电50次，连续放电会使电流减弱，10到15秒后完全消失，休息后才能重新恢复放电能力。电鳗有2对发电器，呈长梭形，位于尾部脊髓两侧。发电时，身体的尾端为正极，头部为负极，电流从尾部流向头部。电鳗全身4/5的组织都是由肌肉组成的发电器，由规则排列的6000到1万枚肌肉薄片组成，其中储备着电能。薄片之间有结缔组织相隔，并有许多连向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。每枚肌肉薄片像一个小电池，只能产生150毫伏的电压，但近万个小电池串联起来，就可以产生几百伏的电压。电鳗体内的细胞也一样经过了特化，当它们被神经信号所刺激时，能陡然使离子流通过它的细胞膜。电鳗体内从头到尾都有这样的细胞，也就形成了全身导电的基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电鳗拥有如此高强度的电力，难道不会伤敌1000，自损800吗？当电鳗处于主场地位，也就是在水里的时候，当然不会被电到。一是因为在进化出放电能力的同时，身体的大部分以及重要器官也都包裹了绝缘的脂肪；二是在水中放电时，电鳗本身的电阻比水大，因此不是主要导体。如果电鳗上了陆地，由于空气电阻比自身大，这时候发电就是自讨苦吃了。当然，作为亚马逊河顶级杀手，只要是在咱的主场作战，那基本上是所向披靡。那如果遇上另一位王者鳄鱼，情况又会怎么样呢？曾经就有视频记录过电鳗与鳄鱼的强强对决。鳄鱼拥有极强的咬合力，全身披覆铠甲，在水中基本上也是战无不胜，一般的动物对鳄鱼根本造成不了伤害，因此它在水域和近岸地带从来都是大摇大摆，毫无顾忌。这不，视频里这条鳄鱼显然对进入自己领地的电鳗老弟产生了不满。在二者深情对望了几秒之后，鳄鱼一个出其不意成功咬住了电鳗的半个身子。目前的战局看上去显然是鳄鱼更胜一筹，但又几秒之后，鳄鱼突然开始浑身抽搐，
不用说，肯定是电鳗动用了看家本事。不得不说，这鳄鱼也是个真汉子，这样也不松口。最后，这对好兄弟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做了一对亡命鸳鸯。虽然有搏一搏的能力，但电鳗有限的发电能力并不一定能让鳄鱼丧命。多数中小型鳄鱼被猎物猛地一电，都会瞬间失去胃口，兴致缺缺地离开。但要是碰上体型巨大或是饥肠辘辘的家伙，电鳗就无可奈何了。大自然孕育出的生物各不相同，它们都在时间的长河里修炼自己的生存之道，优胜劣汰，适者生存。就像人类之所以能从成千上万的物种中脱颖而出，并不是天道如此，而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，而这种优势在复杂的社会形态中反复巩固，并成就了人类在这颗星球上毋庸置疑的地位。电鳗在自然界中能拥有如今的地位，也都是他们在亿万年间努力生存的结果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如果你喜欢熊探长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、加关注，你的关注将会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